情渐渐走向我们需要去努力的一个情况跟面向。但我想到了一花一世界，一餐一菩提一慈悲。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所讲的、所学的、所理解的，我们应该要把它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那下一代来自于哪里？我想这就非常的需要把我们重磅交给我们的教育的老师。方方老师呢，他不仅是在教育现场生根，他更透过了课堂，引导了学生去思考生命跟环境的议题。那么他传授不只是知识哦，方方老师，我们怎么样让孩子们理解现在的环境变成什么模样？他们该怎么样为他们所处的世界去带起一份责任？我觉得教育的现场太重要了。接下来我们欢迎方涵老师。他们说这个麦克风的效果比较好，所以我想用这个麦克风。好，大家好。那因为这个短讲呢，我只有5分钟时间，所以我会用很快的速度来为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的内容。好，那我的简报。好，那大家好，我的主题呢是纯素教育，为下一代铺路的健康饮食选择。我是北女中资讯老师。那实际上呢，我为什么会走上推广素食这条路？要从我的博士之路谈起。那时候我在进修博士的时候，我临时停薪。那时候说地球有危机，那我心想说，拿到博士如果地球没了，那我们列出有什么用吗？所以那个时候呢，刚好就发了一念，那如果有机会，我可以为这个社会做点事，我想要帮忙做点事。那刚好呢，就有机会，就是有一个教育训练的机会，可以来培训这样的气候变迁的讲师，所以我就开始呢去当讲师，边念博士边当讲师，然后就到处去演讲，到处也顺便把我的博士给念起来了。对，那我演讲大概有100多场，那讲了100多场之后，实际上我发现我的影响力大概也只不过7万人。对，所以呢，自从这个 AI 出来了之后呢，我从去年8月更开始在用 AI 的工具直接做 YouTube 的短片。那刚才简报上呈现的是69.4万，69万点4千的人次已经读过了。实际上到现在最新的数据呢是70万3千人。所以我发现呢，这个所谓的 YouTube 短片的影响更是无远弗届。那甚至有人真的看到我的短片哦，开始吃素了，所以我蛮开心的。好，所以呢，我赶快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呢，我们给孩子的食物决定他们的未来。那食物不是吃饱而已，它是健康、专注，甚至是学习的基础。其实有人问我，方兰老师，你怎么这么 super 哈？怎么感觉你又是这个 AI 专家，然后又到处推素食，同时你在你的专业上也有一定的那个所谓的成就。实际上前阵子我们学校刚得到了这个所谓的教育部的那个中小学校那个执行那个人工智慧的基优学校，那我就是计划的主持人。对，那所以实际上我们学校在 AI 的表现非常好。那我想要提到的就是说，其实不止为什么我有办法在这么有限时间内发挥这么高效的这个学习力？其实不只是我，很多科技领袖也是用影子在思考未来。我们看到影响这些世界的一些专家，包括现在我们都说 ChatGPT 不会用 AI 的人就会被 AI 淘汰。这个执行长那个奥特曼，他就从小吃素的哦。好，包括我们的微软，大家会用的 Windows， 这个总裁 Bill Gates， 他呢大力推广这个所谓的植物肉。还有呢，很多人爱用的 Apple， 像我现在的学生几乎手机都是 Apple。那个创办人就是我们的那个贾伯斯，他其实就是一个严格素食者。他在结婚的时候，他的蛋糕就不加奶蛋。如果有看他的那个贾伯斯传，好，再来呢就是我们连社群平台 Twitter 这个执行长，不只是艾凡以及他的联合创办人比斯史东，他们都是吃素的。所以其实如果我们今天要创新的高效学习，甚至要影响未来，我们的饮食选择非常的重要。那实际上呢，台湾有非常好的根基。我们在我们的前这个教育部次长林聪明的领导林聪明部前次长的领导下，实际上我们学生我们展现了非常良好的这个周一无肉日的绩效。那时候看到的报道是，甚至呢全国达到6成7成的推行率，甚至到9成93%。所以新闻的数据，我们刷给市长一个掌声鼓励。好，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不止这个新
长本人才对。好，那其实单一线是更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次长帮我们打造非常良好的基础。但是现在呢，我们的基础已经没有这么好了哈。所以我们如何让它制度化？所以我们要让大家知道一下，说台湾不是零起点，我们有各种办法。我们在学校里面减水、减碳、减能用的超级厉害的。我们一天到晚都要填各式各样的报表，所以其实减量对我来讲一点都不是问题。我们有拼图只差折扣，甚至是呢，我们看到世界各国都在立法推动这个校园的蔬食。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为大家整理一些比较先进的。OK， 像现在的西班牙都说每天都要提供素食纯素的选项哦，每天哦。好，那再来像包括德国校餐标准纳入健康环保动保，北欧的话的营养指南以植物性为核心，我们的美国呢甚至承认植物性蛋白等同肉类。换句话说，不是只有肉才是肉，包括我们的豆腐、豆类、坚果、种子等植物性蛋白都是等同肉类。我们看到丹麦，它从农田到校园的全国性计划，系统性的培育厨师，甚至是我们的整个农业转型、公共餐饮建设。所以植物蛋白非常的重要。我们看到世界各国都把植物蛋白变成是国家重点计划。实际上，台湾有非常好的基础。我们台湾根本不用重点计划，我们根本就已经是蛋白质、植物性蛋白的王国。我们看到不只是这个台湾本来就走在很前面了，纽约现在才跟上，大概呢在2022年起，纽约的话，他们市长也是吃素的，所以呢，他们每周五全100万的那个学生呢一起来吃植物性饮食，甚至他们的医院、公立医院的预设餐就是素食。好。那不止，还包括英国伦敦啊，甚至芬兰，世界各国都大家在做。所以我现在在谈的是，台湾有这么好的根基，我们有没有可能升级？我们有没有可能升级？我们周一、5、6日推了这么久了，我们应该不是周一、5、6日，我们要天天都有无肉的选项，不是只有周一。再来呢，就是我们呢，最好的方法就是补助，像为了要推所谓的减速，或是减纸杯。那你就可以呢，饮料呢少5块钱，那学生就乐意推。那如果我们今天呢，为了推这植物性，是不是就给他减餐，每餐减5块钱？喝植物奶，素食餐减10块钱，植物奶减5块钱。我想，有些学生搞不好为了省钱，很乐意来吃哦。好，那甚至是呢，我们市长之前在南华大学所在的学校，每餐呢是30块，对不对？哇，一堆民众都去吃，所以只要有便宜的餐点，我相信学生愿意吃。带来的重点就当然要好吃啦，好，所以好吃的话当然要培训，要评比。再来，我曾经担任过资讯组长，我们采购电脑都要环保标章。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学校今天如果开会的中餐预设选项就是植物餐？因为你是用公家的钱来吃饭嘛，所以我们的选择应该植物餐，直接要环保，引领整个时代的潮流。好，那再来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呢要让我们更好，其实我们要来教育制度化。第一个，我们要数位治理，我的数据，还有每个学校这个供素食状况，全部都给它上网去，大家来县市评比。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哦，像省水、省电、省纸，大家都要评比，所以学校都很努力的在做。如果今天这个东西是变成要评比的，大家也会很拼命的来做这件事情。那制度的包含课程有没有真真扎扎实实的融入素食跟气候、动保、营养的这个课程的相关性，以及呢这个素食营养，有些小孩愿意吃素，但是可能他的家长觉得不够营养，或者是小孩有这样的谬视觉得不够营养，所以如何在天天呢学校到处都有这个海报说那个素食、植物性饮食等于健康，让学生呢不知不觉呢就觉得植物的选项非常的好。那当然，重点就是课纲直接纳入，让老师在课堂上都要来乱。对，那这样子呢，实际上它的效果呢会更好。好，所以呢，以上呢就是我的分享，就是其实饮食是我们创新的基础。我们纯素教育呢，就是我们下一代最重要的健康城市嘛。我要跟各位报告，因为我们发现我们现在下一代心理越来越不健康，所以我们如何做这个所谓的预防性的措施？我发现要预防性的措施超级简单的，只要人人都吃植物性的饮食，植物性的饮食本身就是非常的那个所谓的有活力，让你吃了之后会很自然的，就是散发出那个活力光彩，甚至是让你的
血液变成碱性，你的学习力会变更好。所以我们就会是成为我们吃的东西。如果今天我们吃的这个肉类是动物呢，在临死前的挣扎跟恐惧，请问这样的能量如何不影响到我们的学生呢？所以纯素教育其实就是我们的慈悲教育，也是教育部一直想要推的。如何呢让台湾呢可以直接不好意思，如何让台湾呢是可以更这个所谓的幸福教育，然后健康台湾。好，谢谢。多方兰老师了我觉得整个下来我觉得很激励人心哦，就让自己觉得充满力量。我现在走。